いろいろ生体実験とマルタとか、直接見たことはあるでしょ？もうやった。やっとる。彼が自分でやったんです。1956年，日本成为了首个在南极建立基地的亚洲国家。和短期探险不同，科考是一个漫长艰巨的任务。面对零下40多度的平均气温，队员不仅需要超强的体能，还得具备极端环境的生存经验。期间，队长吉村寿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个名字或许你从来没听过，但他的履历中有过恶名昭著的身份——731部队冻伤试验班班长。731部队于1933年在哈尔滨成立，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开发细菌武器、试验人类生理极限的秘密组织。该组织由石井四郎一手创立和指挥，因此又被称为石井部队。石井出身于日本的地主家庭，自小天资过人，技艺超群，教科书看2遍就能背下来。1920年，他凭着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陆军医学部的特派生。当时能通过这项考试的人，全日本不超过100个。几年后，石井顺利取得微生物博士学位，并发明了一种滤水器。为证明产品功效，他曾当众往里面撒了一泡尿，再亲自喝下去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石井是真喝了。二战爆发后，这种滤水器被日军广泛用于前线，特别是在硫磺岛战役中，日军就是靠着它将污水转化为净水，才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坚守了1月有余。1925年，石井前往欧洲考察，恰好这一年，德美英法等37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日内瓦议定，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。石井听闻后，第一反应是奇怪，为什么生化武器会被禁止？议定中重点提到的鼠疫菌到底有什么可怕之处？查阅资料后，石井发现，一战时德国人率先将毒气投放到了战场上，短短5分钟便歼灭了1200名法军。其他参战国一看都怒了，纷纷拿出了化学武器进行报复。据统计，一战中各国用过的毒气加起来不超过15吨，但却造成了100万士兵受害，9万人死亡。而在14世纪时，一场鼠疫曾在欧洲各地蔓延，夺走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，占到了总人口的1/4。当渐渐意识到生化武器的威力后，石井的内心充满了兴奋和狂热。日本地少人多，资源匮乏，坦克飞机全依赖外国的石油钢铁，而生化武器的生产既简单又便宜，仅需少量的投放便能给对手造成毁灭性打击。如果日本拥有了这种高效强悍的武器，那侵占中国、称霸亚洲的梦想定能快速实现。1933年，石井在军方的支持下秘密创立了731部队，其汇集了日本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多达200余人，90多个高等官员全由天皇直接委任。如此高的配置，在日本陆军中绝无仅有。731部队的基地位于哈尔滨平房区，总建筑面积为1800平方米。从队员宿舍到总部大楼均配备了中央供暖系统，热水全天供应。为防止细菌感染到内部人员，无理军设有抽水式厕所和单独的下水道。这种堪比5星级酒店的配置，目的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给研究细菌武器提供一个好的试验环境。总部大楼的中心设有2座秘密监狱，共有48间牢房，专门用来关押被试验者。日军将其称为马鲁泰，意为像木头一样的试验材料。也就是说，在日军眼中，受害者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种试验耗材。根据相关证词，731部队存在的12年里，至少抓捕了3000多名马鲁泰，其中中国人占到了70%，俄国人、朝鲜人占到了30%。每个受害者被抓捕时，往往受到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，而一旦送进了731部队，日军便会停止一切毒打，也不强制干活，甚至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以让他们尽早恢复健康。养肥马鲁泰的目的有2个，首先，研究细菌感染发病的过程需要反复试验，如果马鲁泰皮病交加，就不能获得精准的试验结果。再一个，投放细菌武器时可能会伤到自己人，这就得提前打疫苗，所以医生会挑选一些体质较好的马鲁泰，在他们身上反复注射少量细菌以培养抗体，最后再把他们身上的血全部抽干，用于研究疫苗。起初，日军把注射过细菌的马鲁泰放到集体牢房里观察大规模感染的效果，但马鲁泰中有一些精通医学的中国高知分子，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将预防方法转告到各个牢房。此外，利用培养器繁殖的细菌有个特点，毒性会随着感染越来越弱。为了获得毒性更强的菌种，731部队想到了一个精妙的方法。首先给马鲁泰 A 注射大量鼠疫菌，死亡前细菌和抗体会展开激烈的斗争，获胜后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毒性。接着医生再把马鲁泰 A 的血清注射给马鲁泰 B， 马鲁泰 B 死后的血清再注射给马鲁泰 C。 经过多轮的强化后，鼠疫菌毒性越来越强，致死率几乎达到了100%。如果说鼠疫菌是子弹，那么跳蚤就是最佳枪支。这种昆虫体积小，隐蔽性好，
不知不觉中便能把鼠疫传染到人身上。不过跳蚤有个弊端，通过炮弹发射出去后会被火药产生的高温全部烧死。为此，石井专门发明了一种羽质型炸弹，其装有少量火药，弹壳全由陶器制成，这样炸弹既能轻松爆开，也不会伤及跳蚤。为验证效果，其3·1部队多次把马鲁泰成批带到郊外，再命飞机从高空投放羽质炸弹。马鲁泰的全身被披上防护铁甲，仅露出一小部分，好让弹片飞射进去。这样做是为了让马鲁泰感染上细菌，又不至于当场丧命。待回到基地后，再仔细观察记录他们从病发到死亡的过程。1939年，日本首次将细菌武器用到了诺门汉战役中。面对苏联大军踌躇满志的石井亲自带队，将20多公斤细菌液体投洒到前线的河流中，试图污染苏军的饮用水源。那效果好吗？好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好。仅仅1个月后，日军就大面积爆发了传染病，死伤1300多人。原来苏军是从战场后方铺设引水管道，而日军因为有石井研发的滤水器，便肆无忌惮地就地取水。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滤水器能筛除细菌，却无法筛除更加微小的病毒。不过日军的脑回路是，尽管伤到了自己人，但也间接证明了细菌武器的威力。于是日本军方拨款招人，将731部队的规模又扩大了1倍。1941年，硝烟缠身的日军为了尽快结束侵华战争，再次将细菌武器投向了中国的许多城市，导致宁波、金华等地爆发了鼠疫、霍乱等传染病。日军还给关押的中国战俘食用细菌馒头，然后就地释放以扩散传染病。而当时侵略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有不少被冻伤冻残。为研究治疗方法，731部队开始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。每逢冬天，哈尔滨的夜间气温会骤降到-40多度。这是以吉村寿人为首的冻伤班，先把马鲁泰的手脚泡在冷水里，再带到户外的寒风中湿淋淋地站着。待冻伤后，日军会用棱木毒打他们的手脚，直至发出木板一样的声音。最后，吉村班把马鲁泰带回屋内，将他们的四肢放到不同温度的热水中，观察水温和冰冻程度之间的关系，以获得对应的治疗数据。然而，一旦马鲁泰冻伤的四肢突然放到热水中，整个肌肉组织便瞬间脱落，仅剩下一副白骨。这时，医生会锯掉他们的四肢，尽力抢救。这样做并非出于好心，而是为了压榨出马鲁泰的最后一丝剩余价值。待伤口愈合后，这伤残的马鲁泰将迎来最终归宿——毒气室。实验时，731部队会给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等各种装备，以测试人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在毒气环境中生存多久。自拉下气闸后，731部队会精确地记录下他们从怒吼挣扎再到僵硬断气的整个过程。凡是被氰酸气毒死的马鲁泰，脸上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红色；被芥子气毒死的马鲁泰，全身的皮肉多被烧烂，其状惨不忍睹。有时731部队也会放一些鸟狗鸡鸭之类的小动物进去，以观察不同的中毒表现。通过大量的试验，他们发现人的生命强度大致和鸽子差不多，几乎是同时断气。为测试人类的生理极限，731部队还进行了其他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，比如饥饿试验、断水试验、干燥试验、触电试验、热水试验。所谓饥饿试验，即观察马鲁泰在不吃东西的情况下，光靠喝水能活多久。断水试验则只让马鲁泰吃面包，不给喝水。试验结果是，人光喝水能活60天，但光吃面包的话，第7天便会吐血身亡。干燥试验是把马鲁泰放到室内进行高温烘烤，将其体内的水分一点点榨干。最后日军放到秤上一称，发现干尸的重量只有活着时候的22%。据此得出试验结果，人体内的水分含量为78%。经过多轮的折磨和摧残，大多马鲁泰是千疮百孔，连个全尸都不剩。即使有一息尚存的，也会被送去做活体解剖。731部队进行这个惨绝人寰的试验，主要有2个目的：一是观察人患上传染病或吸入毒气后五脏的变化过程；二是把猴血、马血注射到人体里进行交替试验。而这一切必须在濒死的状态下进行活体解剖，才能得出结果。面对731部队凶残的试验，狱中的马鲁泰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。虽然他们手脚被缚，关押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，可到了夜间便通过各种方式来互相交流、传递信息。比如日军把带有细菌的糖包送进狱中后，有经验的马鲁泰便会敲打暗号，通知大家不要食用。一次，当一个中国的马鲁泰头目被抓去做活体试验时，牢房里的人全部绝食进行抗议。日军惊慌之余，直接杀害了马鲁泰的头目。然而他临死前又把通信网交给了另外一个马鲁泰，如此火尽星传，大家的联系从未中断。待时机成熟后，大家相互配合，发动了一次暴力性越狱。
但七三幺部队早在周围设下了层层关口，而各个屋子和走廊的换气通道均和毒气管道相连。越狱仅仅发生了几分钟，日军便拉下阀门，将马鲁泰全部毒死在了大楼中。这次越狱发生的时间为1945年6月，距离日本战败仅剩下2个月。日本穷途末路之时，七三幺部队人打算做殊死一搏。自5月起，石井调动所有力量，日夜不停地增产细菌武器。他们甚至研制了细菌的干燥保存技术以及变异细菌，其毒性是普通细菌的60倍。根据七三幺部队成员的证词，当时他们生产出来的总量如果全部撒开，足以灭掉整个地球的人类。不过在苏联势如破竹的进攻下，七三幺部队如惊弓之鸟，开始全面撤逃。临走时，石井带走了积存多年的实验资料。为销毁罪证，他下令毒死了剩余的40多个马鲁泰，其余的人头标本、细菌培养器则统统丢到了焚尸炉里。最难的是破坏基地建筑，他们大多采用特殊钢材建造，尤其是关押马鲁泰的牢房，光水泥墙就厚达半米。为此，工兵队在10多个地方埋上炸药，进行了大规模爆破。直到今天，这里依然留存着坚固的建筑残骸，正如七三幺部队犯下的累累罪行一样，无论如何掩盖，也抹不去他罪恶的痕迹。然而，日本战败后，石井四郎等罪魁祸首并没有被追究罪责，反而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潇洒生活。负责输送科研人才的户田正三成为了医学泰斗，并担任着金泽大学的校长。开发细菌炸弹的田部景和成为了生物学的权威专家，石井则隐居在家，终日到庙里听禅修行。那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为何能逍遥法外？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开庭时，中国和苏联要求严惩七三幺部队的元凶，但石井为了保全自己，将秘密带回国内的试验资料全部交给美军。要知道，这是用无数中国人生命才得出的实验数据，无法通过常规试验来获取。对美军来说，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追责石井等人带来的好处。此外，一旦公审这些重要的资料势必落入苏联手里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将形成巨大的威胁。所以在美军的庇护下，七三部队的罪魁元凶全都逃过了战后审判。而在大量的证据面前，包括原队员也亲自现身指认，但七三部队的大多恶魔却一直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，甚至狡辩推脱，称所有试验都是上级的命令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。根据日本 HK 电视台的调查，战争期间京都、东京等大学一直负责向部队输送医学人才，作为回报，石井会给他们一笔巨额的研究经费。像京都大学的教授户田正三一共获得了2亿多日元的报酬，而进入七三幺部队的医师会获得一笔500万日元的酬劳，工资待遇则是国内的3个倍。有了人才资源后，石井又能向国家源源不断的索要经费，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。而担任部长时，石井一直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，1942年还因贪污被免。可见他们是拿中国人的鲜血来为自己谋求私欲，以求名利双收。所谓的为了国家，为了医学，不过是这些恶魔用来逃脱罪责的谎言。